其实你是一个法刺高手，只是你不敢玩，也没有人教。没关系，现在我来了，我将激发你所有的潜力。这期火舞教学可能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啊！不需要多强的操作技巧，你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。会玩的火舞跟鬼没有区别。学会这期要教的思路，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简直太简单了。素材来自叨叨，上赛季23000火舞，经常巅峰第一，也是巅峰前之常客啊。他的火舞到底有多强？咱们直接进入对局分析。这把对位流浪的杨玉环，少次元天克火舞，整体阵容火舞后期很难发力，咱们阵容前中期强度够高，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怎么运营好前中期。这盘把火舞神出鬼没的特点完全展现了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原来火舞是可以这样玩的。开局因为不知道对面少次元的位置，所以第一时间踩的中左啊。对面意境很强势的话，没有必要进来去丢扇子啊。如果被少次元逮住掉很多状态，发现少次元在中左，那中路线权肯定是抢不了的。这时候直接去中右，草外试见一下路上什么开。玩火舞一定要开局获取一下对面打野信息，这点非常关键啊。因为火舞是一个很灵活的英雄，它可以针对对面打野进行有效反蹲。接下来这一波的思路可以说看起来非常大胆，但是实际上理所当然。你看这个时候发现露娜蓝开，因为火舞卡住中右了，所以杨玉环只能去上面去支援啊。这时候大多数人要么选择上去跟杨玉环拼强度卡位置，要么选择下去帮马超控资源拿空间之灵。但是叨叨的指挥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反红，对面中府开局是看了红区视野的，杨玉环拿到线权理所当然支援，这个就是高手的思路啊，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露娜半片红区，就这一个思路，开局直接优势，而且会引起连锁反应。大家平时和朋友打排位都可以用这个思路，绝对显著提升胜率。至于巅峰赛就要看打野配不配合了。接下来拿到这波线权，露娜是没有4级的，所以这盘前期边路不会有节奏，他就回去帮打野刷提速，准备抢4级线。刚刚讲的伏笔来了，因为露娜少了半片野区，所以这波对面2个3级完全不敢揣抢线。火舞是一个抢中轴非常强势的英雄啊，只要有闪现一定要大胆闪开。注意这波的细节，对面苏莱塔加不敢抢线，咱们一直在点信号示意要开团了。生4的一瞬间，先回头让对面放松警惕。露娜出来的瞬间，被动接一闪直接贴脸人控。暂停一下，这波是玄策没有跟上，那如果是开麦指挥，玄策跟上了，露娜是不是必死？露娜掉点，他蓝血马上刷清，小野是不是有机会控？上下路队友兵线是不是也有机会抓？那这就是一波大节奏。可惜没有开麦啊，打野没跟上，但是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火舞就算开到人没有死，自己也能跑。对面在被控期间是反打不了的，就算想反打，他们没血线了也很难打动火舞。所以玩火舞在中路抢线的时候啊，如果队友在旁边，该闪开就大胆闪开，每一波都是机会。这个英雄控中轴的能力是很强的，因为可以超远距离定点开团啊，前提是大家要提前跟队友沟通。这波没出节奏，但是拿到了中路线权视野，那就看情况能不能支援，不能支援就控中路视野，先拿下波线权再有机会。兵线到了不要着急漏视野，不漏视野的火舞才是最吓人的，因为对面杨玉环他就不清楚火舞到底在中还是边路，这种情况他就会着急新线去帮队友，因为他怕火舞在边路蹲人啊，所以直接被逮到，大招状态全没，那这波中路线权就是咱们的了。接下来全是细节和连锁反应，因为刚刚咱们是后清线的，所以下波中线马上要到了，这个时候杨玉环没大，只要开到是不是必死？所以咱们补完状态跟刚刚思路一样啊，中线就不着急漏视野，让玄策一个人清中线。对面双人组如果敢出来抢线，那么直接开全是节奏，而且火舞没漏视野，对面双边压力巨大，全都缩塔下不敢出来，相当于一个人控了3条路线权。对面中野在塔下不敢动，那咱们是有绝对优先级的呀。对面完全不知道火舞在哪，上路兵线压过去了，直接转上路看有没有机会越塔。你看只要不漏视野，这种机会太容易找了。火舞抓人一定要熟练掌握被动滑步第2一连控啊。你看哪怕没闪现，也能瞬间贴脸开团，然后大招回拉。这波是因为少次元可以直接飞回去，不然已经出节奏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压制力已经打出来了，而且教过的中单抓人，别想着一波就能出节奏啊。第一波都是为了打断了下技能，真正的杀招都在第2波。所以这时候马超转中失线，下路露娜露视野，那么对面上半区属于人数劣势，直接就不吃中线了，藏视野配合打野，继续抓一波上路人数差。咱们没技能的时候，一定要藏视野打后手啊，等他们先打，咱们在侧面上，这节奏不就来了吗？但是这波对面下路有线权，是可以优先传送支援的，辅助被留，整体节奏1换2只是小赚。团战打了这么久，露娜肯定在支援的路上，咱们不漏视野啊，准备随时帮队友打拆火。只要火舞不漏视野，对面绝对是不敢打的。露娜断大抢跑，玄策就这样连住，3个人再次抬头露娜，这一波对面前期节奏直接崩了，露娜蓝血也掉啊，这就是不漏视野的压迫感。对面不确定火舞的位置，不敢抢火舞的中线，也就造成了后续的这一系列人数差。而且大家注意，叨叨玩火舞前中期是不怎么吃钱的，以支援和节奏为主啊，中线是能不吃就不吃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视野藏起来，给到对面足够大的压迫感。当对面不知道火舞在什么位置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乱，就会开始乱支援啊，人数差和节奏显而易见。这盘是因为马超一直在转线，所以在围着发育路打人数差。正常对局大家多往对抗路找机会会更好一点。接下来4分钟暴君，对面没有合到视野，肯定不敢来争。那这时候对面想换节奏，是不是肯定会去下半区？木兰一定会抢线，然后利用传送阵快速协帮打一波人数差，这是他们这个阶段唯一的机会。
所以你看咱们这波中线直接不吃，利用高机动性直接去下半区排人，木兰漏视野抢线，那他一会儿肯定要做传送阵传上面去找机会，咱们直接撂货。火舞为什么强？这种跑图能力太无解了，再加上本身开团手段也很多，所以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，节奏是不是很轻松？在对面视角里，这个火舞跟鬼一样。其实这波是可以被动接大闪打到露娜，然后一技能控2个的，但是队友太远了，可能是怕被秒。这是巅峰前10的对局，对面换节奏是很快的，杨玉环抓咱们上半区人数差，把射辅抓了，强行换了点节奏回来。这个时候注意咱们思路啊，中线继续不吃，直接尝试也往对面野区钻，露娜蓝区马上刷新，对面肯定要集合回城守蓝。你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就是这么果断的放线，才刚好卡在视野前1秒进入草丛，中补双双把加环，节奏在火舞手上就没有停过，永远出现在对面意想不到的位置啊。这波对面只能中台也需要选一，火舞到目前为止已经放了4波中线了，但是6个人头的节奏全和火舞有关。这个时候发育路一塔赢掉了，咱们自然而然开始接管边线，然后进野区补发育，所以确立了优势之后，才能边带线边补发育，这才是正确的刷新节奏，而不是前期每一波中线都要先吃，视野一直暴露，自然抓不到人，可以不抓人就站在草里蹭中线，给压力，尽量别漏视野等对面出错，这也是一种节奏。接下来这盘大顺风肯定平推，9分钟以上高地了，11个人头10个跟火舞有关，这就是节奏。你们就看开团到底能有多果断，拉视角刚看加古朵，咱们直接被动接一闪，队友都反应不过来，对面凭什么反应？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火舞这种英雄为什么叫法刺啊？刺客讲究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有闪现一定要玩得果断，游戏不是生活，失败了还可以再来啊！大家一定要大胆一点去操作，不操作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？这把巅峰前10分钟平推，节奏发动机，咱们再来一把相对逆风一点的对局，看看火舞没线权该怎么玩。一样是巅峰前10的对局啊，这把对面阵容更强，杨戬进苏烈直接英雄强度碾压了。有苏烈在，那中路肯定拿不线权，没有中路线权，对面小乔一直先一步支援，前期根本没有任何出节的机会啊，只能回中继续抢线。4级之后，火舞的抢中能力直接上升，注意思路啊！对面阵容强度这么高，肯定是要抢中线来压制火舞的，所以咱们不露视野开始往侧面绕，只要和队友配合好，那么每一波的中线都是火舞的机会。对面3人抢中，但是没用，咱们直接滑步接2-1闪，瞬间连控贴脸，这种侧面的绕位没人能反应过来。这波如果队友能跟上，那对面中野是不是直接掉点？进蓝区马上刷新，野区全都得掉，跟上盘一模一样。火舞在中路找机会能力太强，可惜队友太远了，非没有大招浪费了这波机会。不过这波的操作让对面丧失了中路线权，也是一种优势。所以一定要大胆去开，还是那句话，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拿到线权下路打起来直接去抓，杨戬跑不掉了，节奏一环扣一环啊。不过巅峰前10对面反应是真的快，趁着火舞和飞的下路抓杨戬，进小乔苏烈3人组直接反掉飞的红区，还把辅助蹲死了，这就是顶尖分段的节奏互换。这波红区没了，人还留不住，上路射手也被对面单杀，节奏一下就变成逆风。不过因为对面人多下半区，所以中路线权是咱们的，那咱们就要利用线权优势去找机会，拿到线权给个假视野，下波中线马上到，对面绝对以为火舞在中路，但是咱们放心去抓香香，等他翻滚完直接开。现在的火舞前中期是秒不了人的，优点的 CD 快血量高，可以持续连着打。香香很细节，卡火舞被动闪现接走位，那这波只能无功而返。你看高手的博弈都很过瘾，但是香香没状态没闪，这波没有战斗力，对面杨戬在下路清线，队友全包过来了，直接5个人进红，这是一波标准的人数差节奏转换。你看高分段的节奏看着是真过瘾，思路太明确了。所以说高分段跟中低分段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，咱们学思路就是为了能和这些高手博弈，认真听大家都可以做到。红区换了一波节奏，对面辅助掉点，那对面上半区是不是就存在人数差？思路不就来了，继续尝试也压上。正常情况中单强的节奏肯定是要连压2波，刚刚第1波打出香香闪现，那这第2波咱们有闪现他怎么躲？除非塔不要了，这香香非常谨慎啊，宁愿放塔也不想掉点给机会，但是人总是贪的，咱们故意后退给个机会，抓香香想吃炮车的心理，绕后直接闪开，人塔全要，全是靠放线尝试找的节奏。发一路一塔一掉，火舞的节奏就慢慢转到边路和野区了。接下来的节奏点就是下波红区刷新，咱们提前绕视野藏到红区草丛。小乔排视也没排到，那整掉点，节奏一片大好。但是说了是逆风局啊，对面阵容很强，队友又一直给机会，对面苏烈在正面一直找火舞位置，中期完全打不了。逆风的火舞只能去侧面找机会，要么去带线牵扯，要么就帮队友反蹲。下一波的节奏点就是10分钟爆军团，那对面一定会提前处理好远端线，所以咱们要提前去对抗了埋伏。只要拿到这波远端线线权，那对面想开暴君就会少人，咱们怎么都能换节奏。这波蹲到了想过线的杨戬，直接闪开秒掉开始节奏。杨戬掉点进来上路，那下路2塔就是白送的。注意小细节啊，给了往前走的假视野，让飞去带线推塔，咱们直接转中。对面肯定会抓咱们下路漏人的机会，在中路打一波人数差的，所以就在对面闪现害人的时候，咱们已经偷偷绕到侧后方了。这个位置站住，那这波团的结果不言而喻啊。所以逆风不逆风不重要，对于火舞这种英雄来说，关键还是视野。
视野能踩出去，能找到侧面进场的机会，那么团战都会很好打。前期的节奏也靠强势找人数差。其实其他中单也是这样玩的，但是火舞为什么强，就在于动得太快了，更容易利用视野差招人数差。所以玩这个英雄的核心是要勇敢，其次就是前期不要贪钱，多以节奏为主，多去找专业机会。这波团打完，下路有刚刚带过去的兵线，一切都是伏笔啊，直接一波翻盘拿下。那么现在学会怎么玩我火舞了吗？